经常有无神论的朋友在频道留言问我们的导师马克思同志说了，信仰和祷告不就是一种精神鸦片吗？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，基督徒闭上眼睛自言自语，难道不是一种愚昧的自我催眠？今天我们就正面回复一下。先不翻圣经，我们从科学开始聊起。抛开宗教立场，科学界对祷告这一行为本身其实有着非常一致的测量结果。大量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研究表明，祷告会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，这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心率下降、血压下降、压力激素皮质醇显著降低。很多朋友会说，这不就是冥想吗？确实，功能性磁共振发现两者的神经活动模式高度相似，但在心理学研究中，对很多人来说，祷告的综合心理效益往往超过了单纯的冥想。很多人立刻反驳，这不就是冥想或者正念吗？确实，功能性磁共振研究发现，祷告时的大脑活动模式，特别是增强额叶、减弱杏仁核和冥想练习高度相似。但是，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对很多人来说，祷告带来的主观与客观心理效益往往比冥想更强。这并不是因为祷告带有魔法，而是因为它包含了冥想所缺乏的几个关键心理机制。第一是对象感，冥想是与自己相处，而祷告是向某个对象倾诉，这带来了被支持感。第二是意义感，第三是希望感，第四是情绪宣泄。冥想教你接受和不评判，而祷告允许你外化恐惧，寻求力量。听到这里，无神论者可能会追问，就算心理好处再多，祷告能改变客观的成功率吗？比如保佑我考试全会，买彩票中奖，手术100%成功。科学的结论很明确，祷告不会改变外在事件的客观概率。这也是很多无神论者嘲笑信徒的地方，你们的神好像是个经常坏掉的自动售货机，投了币却不掉饮料。这让有信仰的人该如何解释呢？在讲清这个问题之前，请允许我先卖个关子，还是要为咱们的频道吆喝几句，因为频道运营不容易，每一稿每句台词都是我一个一个打磨出来了。为了我们频道的长久生存，还是请大家一定要点赞、关注和转发，谢谢支持。回到节目主题来，把神当成自动售货机，不仅在神学上比较幼儿园，在心理学上也是无效的。心理学发现，单纯祈求结果的结果是祷告，反而容易增加焦虑，因为结果是你无法控制的。真正有效的是，过程是祷告，祈求力量、专注力、勤奋和规律。祷告确实不改变事情本身的概率，但它改变了你的心理状态，而你的专注和心理韧性，最终会间接改变成功的机会。科学的测量先到此为止。总结一下，科学证实了，越是真心相信，越虔诚，祷告的心理和生理效益就越大。信仰越强，祷告产生的效应就越强。但作为理科生，我们不能停留在实用主义。英国学者 C.S. 路易斯曾说，我绝不会为了某种东西有用而去信它，我信它仅仅是因为它是真的。如果天上没有那位垂听祷告的神，那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极其精致的自欺欺人。让我们换个角度思考，为什么人类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似乎被极其精巧地预先编程为，只有在向一个全能的对象倾诉，寻求终极意义时，才能达到最佳的稳定状态？这难道不恰恰印证了基督教的核心真理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吗？既然我们是被造来与造物主团契的，当我们的行为契合了这一受造目的时，我们的系统自然就回到了最完美的出厂设置。那么，无神论者最尖锐的问题来了，既然神是真的，他又是全知全能的，那为什么他不每次都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就祷告？为什么我们求医治却迎来了死亡，求成功却迎来了破产？作为学过高等数学的理科生，我们都知道一个底层公理，局部最优解往往绝对不是全局最优解。当我们在局部的时空中痛苦地呼求一个想要的结果时，上帝是在永恒的全局的视角下进行统筹。神学家提摩太·凯勒说的极其精准，如果我们拥有上帝所拥有的全部知识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上帝给我们的正是我们原本想要祈求的。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短视的图纸施工，这正是他全知全能的体现。很多时候，上帝对祷告最深刻的回应，并不是去改变外部的环境来适应我们脆弱的承压能力，那是溺爱，不是真爱。他的回应是直接介入我们的生命，重写我们的底层代码。当你祈求平稳时，
上帝的回应可能是一场看似失败的挫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剥离了我们的骄傲、自恃和对物质的绝对依赖，将忍耐、谦卑和对永恒的盼望注入我们的品格。环境没有变，但你的操作系统被彻底升级了。但如果是面对人世间那些无法解释的巨大苦难呢？无神论者会质问：面对绝症，面对战争，如果祷告不能让这些消失，那神在哪里？基督教的答案不是一套冰冷的哲学思辨，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扔下一本苦难解答手册，这是基督教与其他所有宗教最本质的区别。上帝对人类苦难最震耳欲聋的回应，是在2000年前，他亲自走进了这个充满了罪恶、疾病、痛苦和死亡的封闭系统。他道成肉身，经历了背叛、鞭打、窒息，最终死在十字架上。上帝对祷告的终极回应，是他把自己给了我们。在我们经历深渊时，他不一定立刻将我们拉出深渊，但他必定与我们在深渊中同在。诗篇说：“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”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，科学证明了，祷告绝对不是愚昧的心理暗示，它是人类保持精神健康最强大的机制之一。科学丈量了人类心中的那个空洞，而神学告诉了我们谁能填满它。科学能够测量你祷告时心率的下降，能够解释神经元突出的电信号，但它永远无法测量那穿越时空、回应你灵魂深处呼喊的爱。祷告从来不是我们用来操控上帝的遥控器，而是上帝用来更新我们生命的钥匙。C.S. 路易斯在经历丧妻之痛后，曾极其坦诚地说：“我祷告不是为了改变上帝的旨意，而是因为我别无选择。祷告改变的不是上帝，而是我。”哪怕你今天依然是个无神论者，当你感到极度焦虑和无力时，不妨试着闭上眼睛，发出一个寻找真相的祈求。如果你觉得这只是心理学，那它至少对你的身体有益。但如果你愿意在黑暗中真诚地叩门，你或许会发现门的那边一直有一位创造者在等你。